我这样买一买，你刚刚看到的全部东西，这样加起来可能没有600-700块哦，那为什么不摆？哦，就摆起来就很漂亮的东西，为什么不摆？很便宜啊！啊，这个就是我所推荐的这个让出租的卖相变好很多的小物。好了，它也不小啦，但是就是便宜嘛，哦，就这样。好，参考看看。这个你不要说你摆在，你要有房子出租，你如果现在是租人家房子，你喜欢你就买了嘛。它这超多的嘞，我是没有选上面有花的啊，不然还有紫色的嘞，什么迷迭香啊，什么薰衣草啊，什么通通都有嘞。它变化球超级多，我就想说，那就简单，都买最便宜的。哎，其实这个效果就很好了。房东碧雪149块的绿植布置树，租客一踏进门就想租，就是这些了。我八卦的时候我再好好讲。先说结论我认为只要你有出租房子，那你就应该买几盆来放，因为看起来视觉上真的是会差别非常的大。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在聊10年后还需要住台北市的小套房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新拍的这个是一个新的系列那我会跟你分享，就是拉高租金的小物，然后 CP 值很高这样。简单的说，就是一些 CP 值超高的商品，然后它可以让你花小钱去很明显的让你要租房子的那个卖相变好很多，让租客会非常的有感觉。那你已经是租客的话，就你跟人家租房子啊，你也可以透过这些小物来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这样就你会过得比较舒服了。我会尽量介绍，就是都是小物啊，就是可以带着走的东西。来，第一个，马上提升环境气氛的小物这个也是我最近在研究的我认为绿植效果相当不错，它很便宜，然后它效果又好。我说我是假的你要去买真的绿植也可以，也不贵，但是你就是要去顾它，然后可能有虫什么跑出来这样好，来，我们先看一张图这张图片里放了一个盆栽你看这个画面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嘛，就这个看起来就很顺眼很好看，这样有那个生活感。那个光打在盆栽上房间就多了，好像就有生命力啦。来，我们来看第二张图，我用 AI 把那个盆栽给它修掉，你看是不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冰冷的样品屋这样那所以你摆个绿植就有那个生命力的感觉。好，那这个盆栽多少钱？149块我先说这个149是 IKEA 的价格那我们真的去买，我们可能不会去买到 IKEA 的绿植149，因为我们好像一不小心好像59块就有了就这样，所以很划算。那我也建议你说，你就直接买这种人造盆栽就好。现在的技术已经很进步不会说什么看起来假假的，像我小时候看到那个就真的很假这样。那现在远看真的都还好，你近看甚至你这样子去摸它手嘎但是没差，这个就是摆在那边摆好看而已跟挂画差不多意思，你就是看它，你没事也不会去摸它这样当然你要去摸也可以这样摸一摸心情也很好这样。这个绿植什么好处不用照顾连浇水都不用那也不会引来什么蚊虫啊、蚂蚁啊、虫从它的土里面跑出来之类，就不会，方便很多。而且它一整年都这样都是这个绿色很漂亮然后你要知道哪边适合摆绿植来，接下来我就推荐一下哪些地方适合摆。第一个一定是玄关跟门口它适合摆的东西是龟背玉跟虎尾兰跟招财树。那像这种你就买比较大的，就不是像这个小小颗那个那么大。我八卦的时候我搬给你看那摆在玄关，那看起来是还不错的，那感觉很好那个你要说气势它也不高啦，但是就是有一个看起来旺盛的绿植看起来就心情会很好这样那再来是客厅的茶几或电视柜的两侧，你可以摆这种叫橡皮树，也有人叫什么什么旅人胶，旅行的旅旅人胶蛮好看的就真的是蛮好看的。那再来是餐桌或吧台，就摆一些像仙人掌，你要摆这种也可以那仙人掌这个就没有什么好不好养的问题。你仙人掌你要摆真的也可以，因为仙人掌把它养到挂掉也是算你厉害这样不是说什么什么仙人掌什么抗电磁波什么有没的把它养在那个家里 WiFi 机台旁边那其实你只要摆小小株的，看起来就会很有感觉了。然后是厨房厨房是可以摆的你的那个台面上你是可以摆的可以摆什么罗勒薄荷或是你要真的去种也没关系种那个小辣椒的盆栽，因为它真的会结辣椒，你知道，观赏用的吃起来说不辣随便它就真的会长辣椒出来。那或是那你就种喜欢的话，朋友来做客，那你就切下来，然后
炒菜给大家吃啊，吃你种的辣椒，很不错。然后还有卧室，卧室的话就看你想不想摆，我自己是没有什么习惯摆在卧室，但我会推荐你就还有一个地方阳台啊，对不对？前阳台那个本来就是看你要摆什么你就摆什么，本来就很多那个老年人就在那边种花花草草哦，那你要摆绿植当然可以啊，而且阳台你还可以玩到什么？可以玩到说你种那种立面的植物，立面哦，就是墙壁拿来用，好，你可能用一个木架，然后是交叉的那种隔架，然后竹子边的，你就可以种一些爬藤植物都行。只是你在阳台种这些东西，你要小心。台风天的话，它的叶子会堵住那落水口，然后就变成说你家可能客厅会淹水哦，要真的很小心。你要去买那个罩子哦，盖在那个你的落水口那边，它的作用就是要把那些落叶啊、土啊什么东西把它挡掉，这样哦。最后你要知道，想拉租金的话要放哪些哦？我们就来讲一下，如果你想要拉租金，让房客有感的话，应该要在哪些地方摆这些绿植？我的建议是玄关一定要，因为玄关就是进门第一眼嘛，而且你在591拍照一定会有这个大门口这样看进去的照片哦，那你就是要摆一个绿植，你有摆一株龟背芋哦，那个画面看起来就会不一样，就会差很多。再来，我会建议你的是客厅哦，客厅也选一个比较大株的来摆，那看起来也不错，很有空间感这样。再来是那个客厅的桌上哦，那就茶几啊，茶几或茶桌都可以放哦。还有那个卫浴，好，卫浴你的小台面上，那你就摆，或是马桶水箱上你就放，反正你看的心情都会好了。你在拍591出租照片的时候，看起来也很厉害这样。那其他地方啊，你要摆小东西，你就摆小盆的仙人掌就好。然后这种东西还有变化球，可以买小灯哦，去打在仙人掌上，有卖这种灯，都很便宜哦，虾皮买都很便宜。那你看那个氛围感，马上就会出来了哦。它打在那边，你这样慢慢看，静静看，很像这个盆栽就是自己一个小的森林这样哦。那我相信租客来这里看的时候，绝对会眼前为之一亮。为什么？因为会这样子做的房东真的太少了，真的在这样做的都是民宿嘛，对不对？然后你又尽量都买假的植物或不需要常常浇水的，它照顾起来也很方便。对啊，哦，那就便宜啊 ，CP 值又高啊，没什么问题你就摆啊。哦，讲的差不多了。如果你想要买一只绿植的话，你可以跟我一样，就买虾皮这几家哦，我会贴在留言区，你去买买看哦。我也直接跟你说，我放留言区的商品有参加那个什么虾皮的分润计划，就是说你有买，然后有收到货，没有退货的话，我会分到钱哦。分多少？2%，我靠，这东西要10几块哦，几十块哦，100-200块东西分那个2%，我没有要赚那个钱，只是说看到虾皮有这个，那我们就来加一下哦，就贴给你。因为真的很多建材类啊，或是一些装饰物啊，按你在虾皮买就可以了哦。有需要你再买就好哦，这赚不了多少钱啊。那你可以去点那个资讯栏里面的那些虾皮连结来看看，我放很多哦。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哦，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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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好，来讲八卦，我讲几个八卦我第一个我先说多肉，然后之后再一盆一盆盆栽弄给你看。就是多肉很夯很夯因为我本业有接到那个多肉的客户，多肉就什么石头玉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名字，然后什么南美洲来的品种很稀有很昂贵，没有不行你喜欢多肉的人你就去用，但我会说多肉在比较起来还是太贵，对比我们这种高 CP 值的做法还是太贵了。我知道多肉有很多很夸张的玩家那喜欢就去种，这个没有不行但其实市场中的受众来说，你多肉的受众是不如这种小盆栽的，人数会比较少，这样除非你是老玩家不然的话我会建议你一律都摆这个假的绿植就可以了。好，我再讲第二种绿植也是所谓的绿植，有所谓网红绿植像我前面讲的多肉就是这种网红绿植，他很喜欢的，很有名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叫鹿角蕨，鹿角蕨你知道吗？挂在墙上很大片的那个鹿角蕨也有人卖假的，但是它的价格大概都过500块过800块，甚至到1-2千，就看有多大。所以我会说它的 CP 值又不高了。那好不好看喜欢的人很喜欢，那没有在看绿植的人会觉得说那是什么东西干嘛挂在那里，长那么奇怪就会变成这样。那鹿角蕨我也养过真的那个用水苔吧，苔藓的苔然后会弄泡丝，然后什么，然后在木板上，然后弄，然后绑棉线，绑出一个球状怎样的，然后那水苔我给它甩下去，甩在桌上啪都还有那个小小的虫在那边爬，我就自己看了都觉得就算了然后还会长那些小飞蚊，这样不行。鹿角蕨就网红绿植没有不行但是那个就是变成说要识货的租客才会喜欢反而有这种东西都是普罗大众大家就很喜欢的我是建议你做这个就好好，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推荐给你的那个卖场，虾皮卖场买的就这样。这假的他寄给你的时候大概扎成这样，就给它弄开来弄一弄就漂亮了。这东西放哪里其实都可以就是甚至你要放在那个卫浴里头的那个架子里头，这样放着看起来也很漂亮。这个，然后还有这是茶树蛮好看的这是蛮好看的。它的构造也就里面都是空的啦它的构造就这样然后其实很坚固你就这样乱搞它都不会怎么样。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看图片觉得它漂亮我就买了很好用啊，非常好用啊。你这个书桌或者是什么你不知道摆什么你就摆这个这个东西我认真讲它几乎是最便宜的装饰用品了最便宜的因为这个东西有几十块，我没记错的话好像50-60块吧就有你买都有免运嘛你连你要去挂一幅画是不是价格都会超过对，然后你就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接受度很高你一挂画又有人说丑难看他不喜欢，这个有谁会
看到他就很不高兴，就要把它往窗户外面丢，不会吧？哦，还有玩这种的，这是我故意买来给你看的哦。实物上我们买这种塑胶的就好了。为什么嘞？因为这种盆栽市场哦，可能因为就这个大家都在卖哦，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毛利又被竞争的很低，所以就开发出了这种东西哦，这也是假的哦。然后它怎么样？它这个是水泥的盆器啦，哦，水泥做的盆器啊，然后水泥有独特的这些纹理啊，什么什么鬼这样，可以不用这个哦，反正我都买了嘛。我的结论是说，可以不用这个，因为这看起来好假，这怎么会种在水泥里？这感觉又好像路边的那个人行道、什么电线杆上面长出来的杂草。哦，那有人在玩这个东西哈，各种大大小小陶土做的啊，水泥做的啊什么的，是不用，就用塑胶的就好。好，它的变化球有什么？来拿给你看，这种东西，你看它就是一个钩子而已嘛。哦，这个东西。这个用在哪里？这种东西是垂挂的植物哦，垂挂的，垂挂哦，你可以给它垂挂在书架上或是怎么样哦，这没什么，你自己凹嘛，你找个地方把它挂起来，然后它就会在那个就这样子垂挂着哦，那看起来拍照都很漂亮。还有一个用法是说，主卧的栏杆哦，主卧阳台不是会有那个栏杆哦，我这还有2个，这种的，哦，主卧的阳台的栏杆，你就给它挂一个。然后不是朝外哦，你朝内，要让来看的人哦看到这个阳台有绿植这样攀附进来。其实这没有一定，这就是你喜欢什么，你觉得怎样摆好看你就去摆哦，都可以。然后垂挂的这种植物哦，这种绿植哦，在绿植自己就是一个分类，我觉得很漂亮哦。那这个东西也很便宜，你去买买看哦。那甚至这种东西哦，我现在的做法是。先买一堆然后放在家里，我也不拆箱，反正之后又有房子要整理，或是朋友房子要整理的话，我再拆箱把它带过去，反正就长这样这个又不会坏，就这样，这个悬挂的东西很不错，很漂亮还有一个做法你可以把它吊在浴室镜上面，就浴室的镜子所以它照镜子的时候可以顺便看到这个垂挂。就漂亮了或是你挂在那个淋浴区的那个玻随便反正这个你比我聪明，这个你一定想得到说要怎么挂会比较好看，还有很多种这个挂在那边确实是蛮好看的好，然后再给你看那个我前面讲那个龟背玉，这个也是网红网红绿植龟背玉旅人胶，大概就这2个，因为龟背玉它有很多的品种都是塑胶做的但是龟背玉就有品种嘛，所以它有不同种类的龟背玉。来拿给你看，有没有看到？整盆就长这样。好，它的组合就是你买它连这个都会给你它这个东西，这个网袋，然后它里面是什么？它里面就是长这样而已，拆开来是长这样。这个应该是公版，就是我看每一家有在卖这个的都长这样。它里面长这个东西，给你一个保丽龙，然后这上面是不是有个洞？这就是我自己戳的他寄给你的时候，就这个会一起给你然后就寄给你这个你自己组合。组合的方式是什么？组合方式是这叶子是插上去的，你知道？我拔一个给你看。就这样，它叶子自己一包给你，然后就里面的棍棍呢这样扎起来，这样给你就比较好运送嘛。然后这里面是铁丝你可以凹你喜欢的方向，然后你收到你再自己装。这个东西高度它是写70公分，这样就装，看你要它什么方向然后就这样插着，它这个也会送你，所以我说 CP 值很高，很便宜你就给它放进去，这样就好看了然后就摆在看你要摆在，如果你现在看你觉得不好看，那就是我乱七八糟那个比较细心的女生比较有那个艺术天分的她们来插会很漂亮你就可以把它摆在哪边，你就可以把它摆在。我说的玄关，我看过有人摆在沙发旁边，就这样直接摆地上，沙发旁边大概就跟扶手一样高，看起来也是很漂亮就这样。然后还有旅人胶，长这样一样，它叶子就是这样，就你要自己插一样给你铁丝旅人胶，长这样。看你要摆在哪边都可以，它比较大，所以它可以摆在，比方说台面或是什么然后看起来还不错，或是你把它摆低一点，才不会看到这些那么奇怪的东西嘛都可以旅人胶跟那个龟背玉，然后跟这些小盆栽，我这样买一买，你刚刚看到的全部东西，这样加起来可能没有600、700块知道为什么不摆就摆起来就会很漂亮的东西，为什么不摆？很便宜这个就是我所推荐的这个让
出租的卖相变好很多的小物。好了，它也不小啦，但是就是便宜嘛，就这样。参考看看。这个你不要说你摆在，你要有房子出租，你如果现在是租人家房子，你喜欢你就买了嘛。它这超多的嘞，我是没有选上面有花的不然还有紫色的嘞，什么迷迭香啊，什么薰衣草啊，什么通通都有嘞。它变化球超级多，我就想说，那就简单，都买最便宜的。其实这个效果就很好了摆这个效果就很好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